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手上这个是酷泰科自带线的磁吸充电宝，是酷泰科前几天发布的最新款的一款便携式磁吸充电宝。这个产品的定位的话，应该也是主要面向苹果用户，安卓用户也是可以应急充电的。关注我，了解更多数码配件的各种常识，我会不间断的更新各种品牌的配件产品，详细的测试和彻底的拆解都是必须的，这是我这个频道的特色。喜欢的老铁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吧，你们的支持就是我这个频道的动力。我们话不多说，先开箱看看这个酷泰科新款的磁吸充电宝。酷泰科的经典包装，酷泰科的蓝色标识，咱们这一款充电宝的型号 CP132ML， 这个是充电宝的图片。这个充电宝一共有3个颜色，下面是规格信息、条码信息。打开包装盒，这是内部的盒子，充电宝装在一个环保袋子里面。这个是产品的说明书，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这个是充电宝本体，背面贴了一张膜。酷泰科的标识，10000毫安的标识，这一个是自带线。这里还有一个酷泰科的标识，这个是磁吸的充电圈，这一面是深黑色，这面是浅灰色，以一种错色的设计。充电宝的侧面为条纹的浮雕设计，拿在手上可以起到防滑的作用。2个指示灯，一个磁吸状态指示灯，一个电量状态指示灯。这个指示灯有很多种颜色，每一个颜色它代表的电量不一样，大家使用的时候要去看一下说明书。充电宝连包装盒的重量254克，单充电宝重量212克。这个充电宝的高度108.8毫米，宽度是68毫米，厚度最厚的地方就是20毫米。自带线的长度的话，大概就是116毫米。这个是功能按键自带的一个充电口，在这里 Type-C 口，内部舌片为黑色。这一个不是充电口，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不要往里面插了个充电线。这个是自带线的一个插口，这个就是充电宝的自带线，非常有质感，这个抗拉性是非常强的。我们来看一下充电宝的规格，酷泰科磁吸电能块 CP132ML 移动电源，它的型号是 WPB100L。输入参数 Type-C 口最高20瓦，自带线输入最高也是20瓦。输出参数 Type-C 口最高22.5瓦，这个22.5瓦就是华为的一个充电协议。自带线的输出参数也是22.5瓦，磁吸无线输出7.5瓦，有线加无线多口输出总功率15瓦，也就是2个同时输出的话，它就是一个基础功率。电池的能量值36.5瓦时，10000毫安，额定的容量是5800毫安，5伏2安的状态。我们5次充放电循环，这2个参数我们都要用。南京酷泰科技术有限公司，这边是认证信息，循环5年，不要靠近火源，请勿扔向垃圾桶，可循环锂电池。3C 认证，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充电宝的外观部分看完了，我们就进入5次充放电循环，来测试一下它的转换效率的情况。黄颜色的指示灯就代表着这个电我已经把它放完了。5次充放电循环，我们统一的用这一个酷泰科的磨砂30瓦的充电器来给它充电。这个充电宝充到绿灯常亮，就是电已经充满了。第一次充电，充进去电量45.70瓦时，充电时间3个小时13分钟。这种20瓦左右的功率的10000毫安的充电宝，基本上都是这个时间。这第一次放电，我们20瓦的功率直接给它放到开不起机。这一次放出能量27.51瓦时，放电时间1小时33分钟。我们放电，我们做了一个记录，放到48分钟的时候，电压降为5伏，但是没有关机，也没有断电。我们拔插一下，重新开始启动20瓦放电，然后在1小时10分钟的时候，又自动降为5伏，我又重新拔插一下，让它9伏20瓦的功率，把所有的余电把它放完。第二次充电，电已经充满了，这一次充进去电量45.67瓦时，充电时间3小时07分钟。第二次放电又把电放完了，这一次放出电量27.08瓦时，放电时间1小时24分钟，跟第一次放电的情况是一样的，包括中途2次降电压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这是这个充电宝第3次充电已完成，这一次充进去电量44.51瓦时，充电时间3小时21分钟，电量又一次放干了。这一次放电放出31.63瓦时的电量，放电时间2个小时。第4次充电，电已经充满了，我们看一下充进去了多少电量。这一次充进去电量44.51瓦时，充电时间3小时21分钟。这一次放电，电又放完了，这一次放出31.21瓦时的电量，放电时间1小时44分钟。这个连续几次放电过后，它电量的话比前几次都放的要多出来几个瓦时了。这是充电宝的第5次充电，电已经充满了，这一次充进去电量44.09瓦时，充电时间3个小时5分钟。
我们第5次放电用5伏2安的基础功率来放电，看它能放出多少容量出来。这第5次放电已经彻底的把充电宝放得开不起机了。这一次放电时间耗时3小时18分钟，5伏2安的功率全程放的电，放出能量值34瓦时，放出容量6640毫安。这个规格参数里面写的是5800毫安，5伏2安，我们放出6600毫安，已经远远超出了它这个额定的值。这种小功率的充电宝的话，5次充放电都花了我3天时间了。测试出来，它的实际转换效率平均下来67%。对于这种小功率的充电宝的话，这种效率也算是不错的。我做成一张图片，有需要的可以截图。按照官方额定36.5瓦时的能量值转换出它的额定转换效率，大概就是83%。这一个能量值它是往小了标的，这就是我们5次充放电一个能量转换效率测试的情况。像这种充电宝，它主要的目标用户群就是 iPhone 手机。这个电现在已经是满电的情况，我们给 iPhone 手机进行磁吸充电，在1个小时之内，我们看能够充进去多少电量。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是5%，这是一台苹果13 Pro。现在开始充电，我们计时，刚好1个小时到了。现在手机的电是55%，这个充电宝1个小时内给这个13 Pro 充进去50个电量，符合7.5瓦无线充电的一个正常的速度。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一个充电口，或者是它自带线的充电口给安卓手机或者是苹果手机实际充电的一个兼容性的情况。实际测试有线充电之前，我们先来测一测这2个充电口它充电协议的情况。这是自带线充电口的充电协议的情况，有高通 QC3 加的5伏9伏 3.6 至9伏，三星 AFC 的5伏9伏，最高功率18瓦。PD 3.0 的20瓦功率 ，PD 3.0 点进去就显示一个20瓦，然后这一个 DCP 和这个 Apple 2.4 2个基础功率，这是 Type-C 口的充电协议的情况，用仪器读出来跟自带线口它的协议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苹果13 Pro 还有19%的电量，我们来给它有线充电，看充到80%需要多长时间。这个手机电已经充到84%了，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苹果手机的一个充电曲线图。20瓦的功率一共持续了12分钟，15瓦的功率持续了7分钟时间，10瓦的功率持续了大概6分钟时间，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到80%，电压就降为5伏的基础功率。这个手机从19%的电充到80%的电，一共花了40分钟，非常标准的一个苹果20瓦的充电时间呢。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一个充电宝对安卓手机它的一个功率兼容性怎样。首先，这一个手机是小米的一个67瓦的手机，显示的是正在快速充电，实际的功率的话在15瓦左右，也还算是不错的啊。我们用这一个荣耀60来测试华为和荣耀的手机，这个手机的功率是66瓦，可以显示超级快充的标识，真实功率跑到20瓦。这个给华为和荣耀的手机应急快充也是没问题的。这一部手机是蓝厂 vivo 家的 iQOO Z9X， 这个手机的功率是44瓦，显示的是正在充电，功率的话是15瓦9伏的快充档位，也可以启动一个快充，作为应急充电也是没问题的。这一部手机是绿厂的 OPPO A3 Pro， 这个手机的充电功率是67瓦，可以显示正在快速充电，真实功率13瓦左右，也是9伏的一个快充档位。像这种充电宝作为应急用没有问题，想追求多大的功率肯定是不可能的。这一部手机是三星的 Note 10加，同样的显示的正在快速充电，真实功率在15瓦左右，对于三星来说作为一个应急充电也是完全够用。像这种无线的磁吸充电器，所有品牌的一个通病，这个地方都是要发热的，每个品牌的充电宝发热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用这一个无线负载仪来测试一下长时间输出的时候充电宝的一个发热的情况。现在的表面温度是40度左右，经过长达1个半小时的 7.5 瓦的功率负载，我们分别记录了半个小时、1个小时和现在1个半小时的时候它的温度的一个情况。这一个长时间负载下来，最高温度也就是个40度左右，这样手摸上去的话，表面也就是一个温温热的一个感觉，所以说这个充电宝的温度控制也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测试一下这一个充电宝的有线输出的文波的情况。磁吸充电宝的话就不需要测试文波，
因为这边只是一个无线交流的一个输出端，而并不是接收端。接收端是在手机内部。如果要测试这个文波的话，就需要测试手机内部的交流转直流的一个转换器，这个就没有必要了。所以说我们就只测有线端的文波输出的情况。首先是这个充电宝的 Type-C 口，它的文波的情况，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9.3 毫伏，平均文波17毫伏左右。9伏2.22安，也就是20瓦的功率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充电宝的最大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4.3 毫伏，平均文波31毫伏左右，这个表现也很不错啊，在50毫伏以内。自带线口的文波的情况，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20毫伏，平均文波18毫伏左右。9伏2.22安20瓦功率，自带线口文波最高的时候 34.9 毫伏，平均文波31.4毫伏左右。两个充电口的文波都是一样的，50毫伏以下表现非常的极品了啊。以上就是咱们测试酷泰科 CP132ML 磁吸自带线充电宝的所有内容。这个充电宝功率20瓦，实测转换效率 67%， 按照额定能量值转换效率 83%。在20瓦充电宝内部里面，这个转换效率是很不错的了。这个产品主要面对广大的苹果用户，对安卓的兼容性也是做到了非常的不错，都可以启动9伏的快充档位。华为和荣耀直接也是20瓦的真实功率，文波表现一如既往的非常的极品，1万毫安的容量，而且价格也是极具性价比。需要这种便携式自带线充电宝的可以放心入手，因为它应付我们出门在外应急充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吧，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